这片叶子会吐丝，用它织成的衣服就是彝族传承数千年的火草衣。这种神奇的叶子采摘起来并不容易，它通常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里，一年中只有2个月适合采摘。它表面上跟普通的野草一样，背面却有一层细细的白绒。每年7到8月的时候，夸鄂山间到处都可以看到彝族阿姐的身影，因为那层细密的白绒是大山里极好的引火材料，所以才叫它火草。但是每一个彝族少年长成大人时，彝人们都会举全家之力，在成人礼上为他送上一件珍贵的火草衣。为了让火草衣更加牢固，现在的彝族人还会以棉线为襟，火草为尾，交错编织。这样织出来的衣服不仅有火草防水保暖的功能，还兼顾了棉线坚韧柔软的特点。彝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海拔数千米的大山上，已经成了大山的朋友。但是对于我这位大山的客人，这里复杂的环境和强紫外线都对皮肤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还好我有可复美胶原棒，修护精华可以随时帮助我安抚敏感，修护屏障。背靠的巨子生物是全球重组胶原蛋白的领导者，也是科技领域真正的国货标杆。再严苛的环境也不用担心皮肤敏感泛红了。千斤引线后，装上织机就可以开始织布了。梭子穿过经线，用木锤将尾线压紧按实，梭子带着火草线来回穿梭，紧实的火草布就慢慢出现了。彝族是一个充满神性的民族，他们崇拜太阳，崇拜火，更是跟着神的指引，逆着人流走进了大山，世代守候在了这里。可是山里物资匮乏，制作一件衣服就要耗费数年的时间，所以一件火草衣不仅仅是可以驱寒保暖的衣物，也是世代守护着大山的彝人勇气和担当的象征。时至今日，其实彝人已经有了更多柔软舒适的面料选择。火草制成的布料并没有想象中的柔软，甚至有一些粗粝。但是火草衣依然是彝族少年成人礼时的盛装，因为它是成熟的标志，也是前人来时的路。
曾经这片大山的守护者，让即便在危机四伏的大山里，依然能有一群无忧无虑的精灵。现在穿上了火草衣，就换我们来守护这片大山。